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从小拇指看命运，断吉凶，奇准无比。小拇指在手相上又被称为忌指、尾指，在5根手指中是最小的那一个。别看它小，它不仅代表了一个人后半生的运程，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财富运势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所以相术上又被称之为第2根拇指。那么小拇指的长短、形状具体都能看出哪些呢？一起随我来看看吧。1. 小拇指长直。如果我们平时细心观察，就会发现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更长的小指。这种人心思细腻，心灵手巧，很会察言观色，又因为小指同时在相术上也代表交流及沟通能力，所以这类人通常都有比较强的交际手腕，在社会上行走更容易取得成功，俗语就是很吃得开。2. 小拇指短小。小拇指对比无名指第1指关节过于短的人，个性率真、单纯、无城府，凡事都喜欢率性而为，虽说话办事经常思虑太少，但也算活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这种人为人仗义、耿直，对朋友能两肋插刀，所以身边往往朋友虽少，但都是交心的朋友。小拇指短的人不太适合自己创业，但能在贵人的朋友的帮助之下取得不错的生活。3. 小拇指与无名指。小拇指通常代表的都是一个人后半生的生活状态，而无名指代表的是配偶及感情生活。小拇指与无名指并拢没有缝隙的人，通常在后半生能与伴侣过上安定、幸福的生活。反之，若是有缝隙的话，夫妻2个人肯定经常吵架，甚至有中年离异的风险。4. 小拇指颜色。健康上来说，小拇指苍白，通常都有消化系统的疾病；小拇指红中带青，多是肾虚、元气不足的表现；小拇指青筋毕现，多是泌尿系统不畅。5. 小拇指尖端的形状。1. 小拇指指尖端为尖头形折主，其人心理细密，反应敏锐，辨现能力强，善于论辩，也善于讨人欢心，并且喜好研究事物。2. 小拇指指端为4角形折主，其人学识丰富，做事踏实，具有务实能力，信用佳，重责任。3. 小拇指指端为椭圆形折主，其人善于理财与管理经营，经济观念很好，善机变，社交能力好，人际关系佳，本能强。6. 小拇指的指纹。1. 小拇指有运约纹。运约纹是指小拇指有1条或者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，有这种纹路的人是上帝的宠儿，因为他们赚钱的本事超群，年纪轻轻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，因此剩下的时光都是一边在享受，一边在奋斗，生活过得很惬意。这类人到了中老年也运势极佳，子贤孙孝，儿女绕膝，尽享天伦，富贵又安康，且后代卓有成就，不用为子孙前途担忧。2. 小拇指有侧纹。小拇指的直纹超出2条，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。有这种纹路的人聪明能干，事业有成，但是这种人通常野心勃勃，不甘心落于人后，即使他们已经功成名就，也会因为强烈的好胜心逼迫着自己忙碌辛苦，尽力赚钱。所以建议这类人要学会劳逸结合，适当给自己减压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步入老年之后，更要放慢节奏，多锻炼身体，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，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。3. 小拇指为军纹。小拇指有军纹的人性格孤僻，脾气固执，不喜热闹，所以他们一生朋友甚少，但是和子女的缘分却很深厚，可以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，
因此得以安享晚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类人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一般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太容易被改变，并且晚年性格更加偏执，子女要多关心留意，以防被人骗走财产家当。4. 小拇指为沉纹。小拇指有沉纹的人，年轻的时候事业运势不是很好，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，不过中年以后，他们的运势就会越走越好，早年的努力也将得到不菲的回报。晚年之后，他们运势将达到巅峰，从此大富大贵，安享清福。由于他们心地善良，待人诚恳，有着极好的人缘，所以老年之后也不会孤单，子孙孝顺，朋友围绕，加上他们喜欢旅游，懂得享受生活，所以他们的晚年过得既幸福又充实。第2，掐指算命看吉凶，简单易学，奇准无比。掐指只是古人在占算时，将天干、地支、八卦、五行等，通过五行的生克等关系来进行推算预测罢了。掐指算命是怎么回事？一些人没有算过命，但是在电影、电视与书中都能看到命师为人预测的时候，都会凝神掐指运算。掐指算命已经成为了算命的招牌动作。那么掐指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懂的人觉得神秘，讲出来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这个同许多江湖秘籍一样，说出来就分文不值了。命师掐指的位置是在左手，用左手大拇指在其他4指上掐点。掐点一共有12个位置，也就是12地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子的位置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丑的位置在中指的根部，寅的位置在食指的根部，卯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2个折纹上，辰的位置在食指根部上属第3个折纹上，巳的位置在食指尖上，午的位置在中指尖上，未的位置在无名指尖上，申的位置在小指尖上，酉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3条折纹上，戌的位置在小指根部上属第2条折纹上，亥的位置在小指的根部。此12地支在左手4指上转了一周，食指上有寅卯辰巳4个，小指上有申酉戌亥4个，中指与无名指上各有2个，总计12个。位置很简单，但是在运用上却十分广泛，如查实天干的旺衰、年龄的计算、12星剑、一掌经等，都离不开指诀。先介绍一下根据年龄推算属性的方法。比如来了个人说，有一个人今年虚龄75岁，问你是属什么的，你就可以在今年虚的位置上起1岁，顺数到子为11岁，寅的位置为21岁，辰是31岁，午是41岁，申是51岁，戌是61岁，子是71岁，隔位往下推。查75岁的属性就在此停住，子为71岁，逆向推，亥是72岁，戌是73岁，酉是74岁，申是75岁。推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就告诉来人虚龄75岁的人是属猴的。若问一个人是属猴，今年70多岁虚龄是多少，你也用此方法推出。在邵伟华著的4柱预测学也有详细介绍，请参看。10天干的旺衰我就不介绍了，我只是想说，现在许多人有点忽视它。老怕地旺，少怕衰，中年最怕死绝态，这在预测中很有用的。行运玉诀一般都有事，像沐浴也为桃花，沐浴为裸体，结合命局运用是很准确的。一掌经预测十分方便，不用万年历与排4柱，报出出生的时间就马上开口就断，准确率很高。若与4柱同时运用，百不失1、2。我说一下一掌经的12宫：子为天贵，丑为天恶，寅为天权，卯为天破，辰为天监，巳为天文，午为天贵，未为天意，
身为天孤，有为天任，虚为天益，害为天寿。具体的用法是从年上起月，月上起时。例如乾燥阴历寅年3月14日辰时，男命顺行，女命逆行。在寅上起年，顺数寅为1月，卯为2月，辰为3月，在辰上起日顺数到14日为4，巳上起时，顺数5至酉。此4宫为天权、天监、天文、天任，依其各宫的含义进行批断。各宫的含义与四柱十神相很相近，具体可参看一掌经。用一掌经断人性格，我感觉非常准。12星剑也是用指诀在生年起，数至太岁上看落在何星上。如若在吉星上论吉，落在凶星论凶。12星剑是凶星多吉星少，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总是凶多吉少，穷人多富人少，不可能人人都吉。好了，接着讲讲7种腿型看命运，你的腿型是哪种就是什么命。算命时一般都是看面相，由眼睛的生长情况来断定这个人的性格和运势。但是您知道吗？相学中除了可以看面相之外，还可以通过看别的地方来判断一个人的运势。您知道如何通过腿相看个人运势吗？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腿型看命。1. 小腿过于瘦削，腿部支撑着人的上身。如果一个人的腿型过于瘦削的话，尤其是小腿，这种腿型也称笔杆腿，代表着下盘不稳。这种人看上去轻飘飘的，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这种腿型的人一般睡眠质量不是很好，精神状态比较差，性格方面也非常的孤僻，特别的不合群，感情方面也是飘忽不定，事业不稳定。2. 萝卜腿。所谓的萝卜腿指的是脚脖子非常细，但是小腿的腿肚子却比较粗，看上去就像萝卜一样，上粗下细。长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看上去非常的机灵，但大多都是小聪明，思考力不足，考虑事情也比较简单，经常容易做一些无用功的事情，一生比较的辛苦。不过凭借着自己的勤劳，往往也能获得不错的收获。而且这种人对待感情大多非常的认真而执着，懂得关心和体贴对方，付出不求回报，婚姻比较稳定。3. X 型腿。如果一个人的膝盖部位外翻，双脚之间合不拢的话，这种腿型也称为 X 型腿。常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性情非常的开朗，做事也非常的认真，但是承受力比较差，属于一种典型的漏财腿型，一生劳碌辛苦，福气浅薄，容易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对待感情方面神经非常的敏感，也特别的小心眼，属于非常冷漠的类型，感情运势不佳。4. O 型腿。所谓的 O 型腿指的是膝盖向内翻，两脚并拢时，双腿之间的缝隙非常大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写的 O 一样。常有这种腿型的人一般心思非常的细腻，性格也比较的内敛，不喜欢与人交流，也不喜欢主动与人交往，性情比较的孤僻，不容易亲近，而且抗压能力比较差，遇事喜欢放到心里，特别的爱抱怨，整体运势不佳。5. 腿型纤细。现代的人都是以瘦为美，至于健不健康，标不标准，很多人却不是很在意，尤其是对女人来说。如果腿型过于纤细的话，看着固然很美，但是过细的话代表着营养不够，根基也会比较的薄弱，走起路来都有一种飘忽不稳的感觉，每日奔走匆忙，但自身发展的上限不高，一生辛苦，而且感情方面也是反复不定，很难安定。6. 腿型过于肥胖。如果一个人的双腿过于肥胖的话，在行动比较迟缓，另外也欠缺美感，容易影响到自身的自信心，
长有这种腿相的人，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刚直爽朗，不过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贪图享乐和口实之欲，生活状态也比较的懒散，做事喜欢拖延，异性缘比较的差，感情运势不好。7. 不胖不瘦，大腿小腿匀称。如果一个人的腿型长得不胖不瘦，大腿和小腿看上去粗细匀称的话，整个身形看上去比较和谐，走路也比较的稳当，身体素质也比较好，很少遭遇疾病的困扰，而且性格平和温顺，做事稳重大方，认真而负责，事业发展平稳，而且也能收获到好的姻缘，对待感情也比较的专一和忠诚，家庭和谐而幸福。2. 腿上长痣看命。1. 大腿根有痣。大腿根有痣的人一生拥有比较好的财运，整个人财运还是比较好的。但是这类人通常都会找一个争命的对象，男性娶妻身体不好，女性嫁人旺夫克自己。这类人性格古怪，情商比较低，一般正常情况下都会受到很多人的影响。一般情况下，自己前半生的命运不会特别好，操心劳力，最后还无法获得很好的生活，而且自己的身体会患有一些顽固性的疾病。而后半生则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和地位，但是性格的怪癖同样让他吃尽了苦头，而且还会因此而十分影响下一代的儿女的社交。同时，这类人是比较自私的，从来不会顾及自己的性格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，天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2. 大腿正前方有痣。这类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女性也许在16岁之前会很贫穷，但是只要她们迈入社会，那么则会逐渐地走向发达之路。而男性则从小就会出生在一个家庭环境比较优渥的地方，一生中这类人都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做一个十分不平凡的人。只不过这类人通常自己给自己的内心压力是比较大的，他们对待生活比较消极，所以非常容易引起自己的生活因此而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这类人如果可以知道自己的缺陷，调整自己的心情，那么一生的命运是非常的不错的。3. 腿窝有痣。这类人属于是深藏不露的一种人，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内心却极度的富有，通常属于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的类型。通常这类人性格比较孤僻，喜欢自己宅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所以这类人通常都属于特别独立特型的一种人。这类人的财富运不会太差，但是常常因为一些事情容易走极端，在这方面需要注意。4. 小腿肚有痣的人。这类人内心格外的柔软，甚至近乎懦弱的状态，因此这类人通常都会十分的玻璃心，不容易和外界的人和事物进行接触。这类人通常会拥有自己内心的一种信念，也会为此而放弃一切，因此这类人通常都会皈依佛门或者是信奉一些宗教，内心的空虚会因此而得到一些丰富，这样他才会坚持住一种信念活下去。否则相当严重的对待生活悲观的态度会让他们十分的心累。5. 小腿有痣。小腿长有痣的人在事业方面都会有很好的基础，和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，兄弟之间亲如手足。一般这样的人从小的生活环境比一般人就好很多，他们的工作以及个人的决定也能得到家庭物质及精神的帮助和支持。如果痣的颜色是深黑色，那么这样人的居住环境就很差了，家庭成员之间也容易起争端，总是会为了家庭生活而烦恼，很难把心思放在自己的事业上面。不管左边还是右边小腿长痣，如果是极痣，代表此人性格多热情，喜欢安定的生活，家庭健康方面都比较理想，与亲人之间的感情很好，如果自己遇到困难，则会得到亲友的支持。
反之，如果是死志，则表示此人与家庭的关系不太好，很少有往来，手足之间表现为感情不和谐，常常为了钱财而奔走。6. 大腿外侧的痣，大腿靠近屁股的这种痣称之为安定痣，这代表的是命主一生衣食无忧，无论是出门在外还是留在家乡，都能够具备不俗的事业发展前景，拥有稳定的家庭生活。而在安定痣下方半寸位置的痣，也就是位于大腿外侧的中间部位的痣，可以称之为带刀痣。7. 膝盖有痣，在膝盖的部位长有痣，这个位置的痣可以分为左右来看，不必分男女。有膝盖有痣代表会晚婚，最晚可能是30至35岁之后才可以成婚。除此之外，也代表了要负担起养家的责任，从而在感情方面的机会就会比其他人要少，而且缺乏异性缘。所以这样的人都要等到年纪稍大一些，事业也比较平稳的时候，才可以享受到恋爱。左膝盖有痣代表了个人的工作能力非常强，勇于面对挑战和克服困境，这种人总是有团结别人的能力，总是能得到他人的信赖。上腿足部长有多痣的人，在中年以后会容易出现风湿病，或者是在年少的时候出现足疾或扭伤的事情。好了，日家讲讲从拿筷子的姿势看今生命运，太准了。看一看你吃饭的时候喜欢如何拿筷子，测一测你今生的命运是什么。你是天生就是富贵命，你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，你一出生就决定了你的起始点比别人高，同时你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，你尽量的将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做得完美。虽然你已经有了很富裕的家境，即使你不努力也可以过富贵的一生，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将自己全面发展。你没有那样富二代的架子，因此愿意与你相处的人很多，因此即使脱离家庭的光环，你也能活得非常好。B. 你有大富大贵的命运，不过你并不是天生拥有的，而是后天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拼来的。你非常有野心，你最开始奋斗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失败，但是由于你的野心，你一直在坚持，经过很多挫折，最终才得到这来之不易的成功。不过坎坷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的路就会一帆风顺。不过由于你太过于在事业上拼搏，因此你会疏忽你的家庭。如果你可以稍微估计一下你的家庭，那么你就会爱情事业双丰收了。C. 你是有福气的命运，你天生长相甜美，从小就有很多的追求者。你对于爱情和工作都没有什么规划，一切都是属于顺其自然的状态，你都是努力的将自己做到最好，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，这样的你会吸引很多人，而且既优秀又努力的你也会得到老天的眷顾。你的一生都很顺利，几乎没有什么困难与坎坷，有美满的家庭，也有称心的工作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一辈子都很美满。D. 你是一个苦命之人，你没有非常美丽的长相，也没有天生富贵的命运，所以你的一生都是要靠自己去拼搏的。你想要出人头地，就只能靠你自己去努力打拼，因为你不像富二代一样赢在了起跑线上，而且即使你付出了120%的努力，可能你得到的结果也与你想象的不一样，你会非常失落，因为你拼尽了全力，还是没能得到你自己想要东西。你想摆脱这样平淡的生活，奈何造化弄人，你的一生都在这样苦苦想摆脱厄运，但是厄运总是围绕着你，苦苦挣扎一生。第二，吃饭快慢多少看命运，4种吃相4种命，你是哪种就是什么命。1. 吃饭快的人大大咧咧，吃饭较快的人一般咀嚼的次数较好，这样不利于消化，长期如此，热量不容易被消耗，脂肪容易堆积，忙的时候不太明显，只要一闲下来就很容易发胖。
这种人大多性格也比较的急躁和刚烈，做事干脆，不喜欢拖泥带水，说话做事都比较的直率，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对待身边的人重情重义。虽然脾气不是很好，性格方面也是大大咧咧，但容易交到知心的朋友，也容易得到朋友的爱戴和拥护。前半生辛苦，后半生享福。2. 吃饭慢的人有贵人运。如果一个人吃饭总是细嚼慢咽，或者是吃饭时爱分心，听别人说话，每次都是别人吃完了就剩他们一个人还在那吃，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温和，脾气比较好，从小就容易受到家中的关心和照顾，身边的贵人较多，在事业和生活方面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。而且这种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和欲望，习惯于随遇而安，事业心不是很强，虽然不能获得太大的成功或财富，但是亦生活的比较简单和快乐。3. 吃得少但能肥胖的人不拘小节。一个人的身材除了给吃的多少有关以外，还给自身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。有的人是怎么吃都不胖，如果一个人每天的饭量不是很多，但是却非常容易发胖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心胸开阔的类型，做事不拘小节，在与他人交往时不喜欢斤斤计较，处事非常的大气，待人也比较的大方和热心。他们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快乐，将名利和金钱看得比较淡，一生虽然没有太大的作为，但是却能获得较大的快乐。4. 吃得多然而瘦的人心思较乱。如果一个人吃得比较多，但是却非常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思比较的错乱，想法非常的复杂，经常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而烦心不断，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强势，好胜心非常重，喜欢争权夺利，而且平时话语很多，表达能力非常强，善于交际和应酬，不过言多必失，说话有时候不注意，容易得罪人，给自己招来很多的小人和麻烦。虽然事业和财运较好，但是太喜欢玩弄心计和权谋，容易失去人心。第3，睡觉姿势看一生运势。5种睡姿5种命，你是哪种睡姿就是什么命。1. 睡觉时特别的安静怡然，这种睡觉姿势属于一种特别舒服的睡姿，一旦睡眠，整个人的呼吸均匀，而且不会乱翻身，也不会说梦话，整个睡觉的过程特别的安静，给人一种特别甜蜜的美感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睡姿的人大多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作息规律，性情温和，对自我情绪的管理非常好，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。女人有此睡姿的话，大多天生丽质，有嫁入豪门的可能。男人有此睡姿，处事稳重大方，遇事冷静，容易成大事，好运常伴身边。2. 屈身而睡。屈身而睡指的是人在睡觉时习惯性的喜欢蜷缩着身体，保持一种特别弯曲的睡眠姿势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较为内敛，平时不爱表达，但很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。不过这种人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，也特别的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，决定做的事情就会非常努力的去完成，在工作和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，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取得骄人的成绩。3. 侧身而睡。一般来说，很多的老年人都是喜欢侧身而睡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喜欢侧身睡觉的人一般内心都比较的恬静，不太喜欢吵闹，平时在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大气，心胸开阔，不喜欢计较，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，做事特别的稳重，很有规划，而且看上去很有气质，容易养成一些比较高雅的爱好，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在事业发展中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，财运比较好，家庭生活非常富足，身上具有一些贵族的气质。
4. 开口而睡。所谓的开口而睡，指的是睡觉时嘴巴习惯性会打开，这种人一般睡觉特别的喜欢打呼噜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睡姿的人身体的元气容易流出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，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。不过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好，待人处事非常的随和，给人一种也别好相处的感觉，做什么事情都显得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不过内心深处有一些骄傲自大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，人缘非常好，但事业上很难获得成功。5. 咬牙而睡。所谓的咬牙而睡，指的并非是睡觉时闭着嘴，说的是人在睡觉时双腮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，牙齿不时地出现紧咬的情况。这种睡姿的人大多性格和脾气一般比较暴躁，内心非常的敏感，考虑事情比较简单，但是脑子里喜欢胡思乱想，在工作中或生活说话也是直来直去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也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和矛盾，处理问题时性情非常的火爆，而且特别的爱记仇，思想压力非常大，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脾性的话，早晚会吃大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